我乔峰对4位长老尊崇有加，何以嫌疑顿生？原来有人兴风作浪。陈峰，你既已知错，犯上闹事之罪，就容后再处理。张群祥，由你带路，领以大义分舵讲舵主，去请传功执法2位长老一次。你好好听命，自当解你罪责。是帮主。其他的人就地坐下，不得擅自起立。帮主，属下会尽快赶回来的。大家都是多年出生入死的好兄弟，只是有一点点的歧见，你放心去吧。还有，派人通知西夏一品堂，就说会山之约押后3天。是帮主。乔峰，陈长老，此事关系整个丐帮的安危，实在不宜轻举妄动。其中是非黑白，等传功执法2位长老来了再做定夺，否则祸乱一生，丐帮必亡。4位长老也不想看见帮内兄弟互相残杀，流血成河吧？帮主，各位辛苦了，请坐，我有话要说。我丐帮承蒙江湖中人看得起，100余年来，号称武林第一帮，人多势众，必然会意见纷纭。不过，各位都是好兄弟，不必将一时的意气之争看得过重。帮主，我传功长老一干人等被囚禁在3艘船上，迫于太湖之中，船上堆满柴草硫磺，只要我们逃走，他们就立即放火烧船。张全祥假传帮主命令，欺骗我们上船，该当何罪？白长老，弟子职位低微，也是要听命于人的。全冠清，全冠清，你煽动帮众谋反，到底我乔峰做过什么对不起兄弟的事？你尽管当众指证。对不起兄弟的事，你现在就算没做，但是你迟早一定会做。简直是一派胡言！乔帮主处事为人一向光明磊落，你无凭无证，单凭传言就故意污蔑，意图背叛。若你既已失败，自行了断吧。白长老，就连4位长老都参与其事，势必有因。你让全冠清讲个明白。马副帮主被人所害，我相信是出自乔峰的指使。会这样？会大仁大义，怎么会是帮主？帮主都有证据。你说什么？乔峰，我知道你一直恨马副帮主，恨不得除之而后快，但是你不敢自己动手，所以勾结慕容复，让他出手。
权冠清自知人微言轻，又怕他借着帮主之名以上压下，无人能治，所以请准4位长老同意，先将你的亲信囚禁，再请徐长老亲自将你的恶行揭破。权冠清，你果然深谋远虑。你深知4位长老对丐帮忠诚爱护，你唆摆他们，一旦变乱成功，一切已在你的掌握之中。倒是徐长老是否出现，已经不重要。莫非我们真的错怪了乔峰？乔帮主义气过人，众所周知。但因汪帮主使着3道难题，令他为本帮立下7次大功，才将帮主之位相传。为大家对已故汪帮主的决定有所怀疑吗？帮主，你是装腔作势的大奸雄，还是受人诬害？请恕吴长风无法分辨。白长老，我们误信人言，过于糊涂，请你请出法刀，我们4人自行了断。你们何必甘于被绑？只要合众人之力，未必不能成事了。执法弟子，立即将4长老上绑。是。请出法刀。帮主，属下罪孽深重，请帮主让属下自行了断吧。帮主，我罪孽深重，为何帮主不让我自行了断？大哥，祖宗有令，本帮弟子犯规，不是轻放。帮主愈加宽恕，也必须自流鲜血，以洗净其罪。帮主，属下不值得你为我这么做。15年前，契丹秘密出兵，打算偷袭雁门关。宋长老探得消息，3日废寝忘食，连毙9匹好马，急告军情。终于我大宋守军有备，契丹胡骑被迫退兵，宋长老内伤吐血，养伤达1年之久。想当年汪帮主被契丹5大高手所擒，逼我丐帮向契丹投降。西长老乔装汪帮主，甘愿代死，令汪帮主得以脱险。吴长老，当年你独守应酬，力拒西夏1品堂的高手，令杨家将得以力保不失。就凭杨元帅赠你的济公金牌，不免你今日之罪。大哥，帮主，你大仁大义，吴长风这条命就交给你了。人家的闲言闲语，我说什么也不会相信的。乔帮主，我陈孤雁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不必为我流血赎罪。帮主，刺杀契丹国元帅耶律部落的大功，旁人不知道，莫非我还不知道？我陈孤雁得以扬名，深感帮主大恩大德。帮主，全冠清，你可知就因你一人之言，为令多少帮众兄弟做出牺牲？我之所以烦你，就是为了大宋的江山，为了我丐帮100年的基业。可惜，跟我说出真相的人，始终也没出息，我口讲无凭。帮主，这个人诡计多端，信口开河，他希望你饶他一死。执法弟子，取法刀行刑。且慢！全冠清，
你煽动叛乱，一死难免。从今以后，我丐帮再也没你这个人。你要逐我出帮？不错。可惜，真是可惜。那个人胆小怕事，白白的放过你。禀帮主，西夏有重要军情。小凤，军机大事非同小可，你不能看。徐长老，得罪了。马大元兄弟的遗孀马夫人就快到了，因为有所陈述，事关重大，请各位略为等候。徐长老，此军情可能涉及西夏一品堂，为什么不能先行拆阅呢？因为本帮有重要的事情要解决，马夫人就到，请各位略为等候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只好等等马夫人了。阿朱啊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哎，谭公谭伯和单大哥到了。乔帮主，原来是泰山铁面判官单正单前辈和太行山冲霄洞谭公谭婆夫妇，乔某失迎了，3位前辈莫怪。乔帮主，我们3人是应徐长老的邀请，为一件事来作证的。乔帮主，是谁这么大胆在你身上插行刀的？哦，是乔峰自己插的，简直是开玩笑！老头子，快把你新配的金枪药拿出来。好。多谢2位前辈。哪儿的话？哈哈，赵钱孙来了，我就是赵钱孙。哈哈哈哈。原来是赵前辈，未知前辈有何见教？哎呀，我早就改了名字了，叫张黄河。哎，啊，小娟，师哥，你干什么你啊？你敢叫我夫人叫小娟啊？啊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小娟这个名字只有我才能叫啊。小娟，你当年为什么不肯嫁给我，非要嫁给这个糟老头子？哎，赵钱孙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？我现在不叫赵钱孙，我叫张黄河，走开！小娟，这么久不见，我真的很挂念你啊。小娟，自从你嫁给这个糟老头子以后啊，真是令我心也碎，肠也断呐。喂，你为什么动手打人啊？哎，谭婆，算了啊，别生气了。哎呀，怎么小姑娘，没什么事吧？我来帮你擦点金枪药啊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只是奇怪你们既被丐帮邀请而来，又在这里争风吃醋。小娟，30年没见了，管他是天皇老子，我都不想见。但是，一收到你的书函之后，我就马上来见你来了。师哥，徐长老知道我和你是分属同门，所以就重托于我，邀请你大驾光临，来替他们丐帮见证一件事情。徐长老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马夫人到。嫂夫人，马夫人，你来的正好，
各位证人已经到齐了，希望将此事的始末向大家言明吧。嫂夫人，到底是什么事？我们丐帮上下一心，无事不可对人言。你有话要说，不妨直说。多谢帮助。小女子日前收拾先夫的遗物，看见一封用火漆密封的信函，封面上所写：倘若马夫帮主寿终正寝的话，这封信函就马上焚化；假如先夫是死于非命的话，这封信函又马上交给本帮各位长老一起拆阅。他说事关重大，不得有误。我看既然写得这么郑重，知道此事非同小可，当时马上去找帮主。这么巧，帮主带领各位长老前往江南，幸好如此，乔帮主才没看见这封信。嫂夫人，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。既然找不到帮主和各位长老，我只好将这封信函交给了徐长老。因为徐长老虽然隐退多时，在本帮，徐长老仍然是德高望重。先夫既然被人害死，小女子是个妇道人家，只好请徐长老主持公道。哎，恩恩怨怨，让老夫实在为难呢。信封上的字迹的确是汪帮主的，马夫人将此信交给我的时候，还未曾开启。不错，上面的字迹的确是汪帮主的手笔。不错，我觉得事关重大，没等各位长老见证，我就先行拆阅。当我拆信的时候，泰山铁面判官在场，他可以做见证。不错，当时在下正在徐长老的府中做客，我看着他拆的这封信。徐长老，这封信上说什么？这封信不是遗书，是另外一个人写给他的信。那是什么人所写？抬头写的是剑然武兄。剑然？不错，汪帮主的别号叫剑然，和他交情深厚的人都知道他有这个别号。那这封信是谁写给汪帮主的呢？这封信我给单大哥看过，他一看就认出这个人的笔迹。舍下还存有这位仁兄的几封信函，当时我马上请马夫人和徐长老到在下的家中验证，字迹也一样。老夫办事一向力求仔细，更何况此事关系着本帮的兴衰，我更知道对一位英雄豪杰的声誉性命大有关联，岂能轻率从事呢？我也知道太行山的谭公谭婆和写这封信的人交情十分深厚，当然认得他的笔迹了。不错，信上的笔迹确实是此人所写。徐长老，到底事情如何？请你明言。哎，我真是不敢明言，真是可悲、可叹、可怜。赵兄，当年你也参与此事了。小娟，他们到底说什么呀？师哥，徐长老是问你在30年前雁门关乱石谷的血战之事。雁门关？没有，我没去过雁门关，我没去过雁门关的乱石谷，不关我的事，我没去过雁门关呀，我没去过，我没去过呀。阿弥陀佛，你也来了？大错即铸成，逃避也属突然无意，罪过罪过。原来天台山智光大师佛驾光临，丐帮徐长老和泰山单判官联名投简相召，老衲又岂敢不来呢？大师，
劳动大师佛家，乔峰实在过意不去。哎，30年前，雁门关乱尸谷的血债，他也参与了。要问他吧，我不知道，要问他。实在是杀孽太重了。事实言之有愧。各位师处，30年前的往事，今日又何必重提呢？因为本邦起了重大的变故，有一封涉及此事的信函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今日又何必旧事重提呢？以老衲之见，应该将此信毁掉，消灭痕迹就最好不过了。但是，副帮主惨死，若不追究，沉冤不雪，本邦更有土崩瓦解之危呀！这么严重啊！但是，先父沉冤未雪，还望大师主持公道。好吧，老衲这一生就做错了这件事，如今也不必再隐瞒了。大师，当年我们一心为国为民，那件事也不算是错事啊。是错就是错，何必自欺欺人呢？